为什么没有画面？已经在直播中了，还没有画面。为什么？有画面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不常直播，啊，所以我有时候自己不太会设定，但是临时有出这种状况，一定要帮大家给大家打打气。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不用害怕了，因为我已经进场了。刚刚跌在最深的时候，我已经自己进场了小台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担心，好不好？来，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不用害怕。刚刚大家看到台指期在跌，跌了800多点，为什么跌800多点？其实答案很简单嘛，第一点就是 AI 股的问题嘛。其实最主要，今天下跌，刚刚在跌什么？就是在跌博通，只有跌博通而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也不要说只有跌博通，应该说博通跌的最深。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博通的状况，好不好？博通的话，来，博通大跌14%，有没有看到？看到没有？博通这边大跌了14%，够大了吧？14%够大了吧？14%。然后呢，说真的，博通也是涨太多了，所以才会跌那么多。你看，直接跳水跳下来14%。但是说真的，以现在的 AI 股来讲，因为涨多了，本来波动就会比较大。而且说真的，它的财报，我就问它财报好不好？我相信今天下午大家应该听过很多老师在分享了吧？应该吧？大家有听到吧？很多老师在分享说博通多好，好，那按照惯例，我们就再来也分享一次好了，需要吗？好啦，稍微讲一下啦。我其实也有，今天我在直播之前也稍微做了一下资料啦。那来，我来看一下，其实博通财报表现的真的很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营收呢，其实都是大幅成长的，营收221.9亿，年增48%，调整后的每股盈余是年增54%，好不好？好啊。那为什么跌？啊，其实下一季展望，你不要说下一季展望不好，它下一季展望也是好的。它下一季的总营收是294亿美元，也是高于市场预期啊。那其实现在股票下跌，股价下跌，不是财报烂，是市场给它的预期，给它期待太高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股票涨太多了，很多散户在里面，很多散户在里面的时候，通常很容易出现多杀多。多杀多什么意思？就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现在在进场买股票，我坦白说了，我就问大家，你觉得现在进场买股票是追高还是杀低，还是低买？哎，大家讲啊，是追高杀低？哎，对，不要没有杀低嘛。现在买股票是追高还是低接？我应该这样讲，是追高还是低接？应该是算比较偏向追高一点点吧。那大家都想说很担心错失行情，所以大家都纷纷进场追高。那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在追高，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大家就会怎么样？就会想要赶快出掉股票啊。那既然大家都想要出股票的话，就容易出现人踩人，人踩人，人踩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出现人踩人的状况，就是今天我认为股票下跌的关系。因为大家只要看到，稍微有点不如意，一点点就好，就一点点。然后呢，大家就先杀再说，杀了以后就你杀我，我杀你。好像可以唱一首歌，你砍我，我砍你，你砍我，我砍你，我砍你，你砍我，我砍你啊，对不对？这样砍来砍去，就造成了博通股价大跌。那博通呢，又是半导体重要的类股，那所以呢，博通大跌，费半指数大跌，费半指数大跌，台指期刚刚一度跌了800点，跌了800点啊，了解意思吗？好，所以呢，台指期既然跌了800点，大家都非常担心害怕，但是我还是告诉大家，免惊为虾米。好了，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今天会往下跌。好，来，为什么会往下跌呢？有几个原因啊。来，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讲的博通就是财报出来之后呢，那个大家对于它的 AI 是有点疑虑，所以就造成多杀多。刚刚讲了，费半指数下跌，所以台指期也跟着跳水跌了800点。那再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了涨太快啊，财报不够猛就杀，财报不够猛就杀，就像辉达一样，辉达不好吗？辉达好啊，但就是因为什么？现在市场里头啊，大家都就是对于辉达的期待太高了。那你对于辉达期待高，他们有新东西，我一直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市场都是喜新厌旧，喜新厌旧。那既然是喜新厌旧的话，所以呢，你会发现，只要股价一个不如预期，它又没有新的东西，那市场就很容易就是把它给卖下去了。好，再来，今天下跌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美伊战争，老川普，你每次都说要结束，每次都没结束，每次说要结束，每次都没结束，但会造成市场就会有点担心啊。但是说真的，美伊这样子互相轰来轰去，那到底会不会造成股市的下跌？我认为不会。为什么？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再来，今天台指期就是现在台指期下跌800点，最大原因也有一个就是筹码太热，就像我跟大家分享了。大家都知道，大家在追高，大家都不想当最后一个白老鼠，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那我们就可能会怎样啊？他们就可能会杀出场。好，所以既然他们都会杀出场的话，那我认为其实现在的下跌就是筹码面的因素。好，那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说不用太担心？第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来看现在的那个美股，我们看现在美股道琼股价指数，你会发现道琼股价指数呢，其实现在呢还是再创历史新高的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道琼股价指数有没有看到？道琼股价指数，你不要看它没涨，但是说真的，它已经再创我这样拉那么远，有没有看到？拉那么远有没有看到？它已经再创历史新高了。来，我们拉那么远，我们先把一条线画出来。你看，是不是历史高？历史高之后又再创新高，对不对？好，我们再拉近一点看，有没有看到？道琼股价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告诉我们这个盘不会崩盘，这个盘不会崩盘。为什么？因为类股是轮动上涨。那如果说今天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费半指数下跌，但是道琼股价指数也跟着跌，那我告诉你，真的没救了。这个没救了，短线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修正，不知道修正到什么时候，也许修正半个月，也许修正3个星期，然后震荡完之后再创新高。那现在呢，你会发现道琼股价指数再创新高，就代表指数是有撑的。既然有撑的话，科技类股是涨多的回档修正，而不是大崩盘，而不是泡沫。资金还是正在健康的轮动当中。既然资金在健康的轮动，道琼股价指数涨完，会不会再换科技类股？道琼股价指数涨完换科技类股涨，科技类股涨完之后呢，又换道琼股价指数涨。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类股轮动的概念。大家不要太担心，好不好？所以你看一下，道琼股价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的。那我们看其他的指数的部分，标普500它其实是个综合体，就是道琼股价指数加上了纳斯达克指数的综合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呢往下跌了 0.61%， 那道琼股价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所以平均一点，标普500就小跌 0.04%， 有跌跟没跌一样。你看整体的指数并没有崩盘。如果今天晚上台指期大跌800点，大家要担心的话，应该是道琼股价指数跌，纳斯达克指数也跌，什么通通都在跌，那这样子大家才要担心。但是你发现道琼股价指数再创历史新高，科技类股因为博通财报的关系而下跌，这样子大家需不需要紧张？不需要，好不好？这就是健康的类股轮动而已。再来，我就问大家，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曾经听说过一家公司因为
财报太好啊，然后变成空头，你有没有听过嘛？你有没有听过嘛？没有吧？我太激动了一点吗？好了，对不起，因为大跌大家会害怕，所以就有点激动。但是我是要告诉大家，不用担心。你有没有看过一家公司财报太好、基本面太好而崩盘？我就问有没有嘛？没有，通常都是急速转弱。比如说像以前的宏达电，哇，它开始营收下滑了，一路往下滑。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AI 有下滑的迹象？记忆体类股出现的营收都是好的，博通财报是好的，辉达财报是好的，包含今天我们台积电的股东会是好的。那既然财报都是好的，我就问有没有因为财报好而崩盘的？没有嘛。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不用紧张的关系。第一点再重复是，第一点我说道琼股价指数再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没有跌，对不起，纳斯达克指数跌。那既然一个涨一个跌，那合计起来呢，就是不是全跌，不是全跌，大家就不用担心。再来，科技类股财报 ，AI 股票财报都是好的，那既然都是好的话，那就是不可能崩盘。再来，第三个原因，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个原因呢，就跟原油价格有关了。大家想想看。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美伊战争打起来，所以呢会造成市场有点系统性的风险。那美伊真的会打起来吗？大家去看一下，川普在讲什么？川普在说，这个星期一样有机会达成协议。那美军呢，只要不要有人伤亡，他就不会对伊朗召开再次，应该说他就不会对伊朗再次恢复全面性的攻击。而且美国的国会，我今天下午的那个节目应该有跟大家分享，美国的参议院应该是众议院吧，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不让川普继续执行战争对伊朗的战争权利，也就是说，未来川普要继续对伊朗开战的话，是需要国会通过的，否则他就不给你资金打，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影响大家最重的是什么？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是原油。但大家发现这件事情出来，原油的价格有没有出现爆炸性的大涨？我们可以看一下布伦特原油的部分。布伦特我们这边不好意思，这个看盘软体没有布伦特原油。布伦特原油也就是国际原油没有大幅度的上涨。一样是，我今天下午的节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下午的节目有跟大家讲过了，布伦特原油是维持低档，既然是维持低档的话，通膨就受到控制。那既然通膨受到控制的话，我认为今年不至于会到升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指标做观察，我教大家。我们通常来讲呢，一般来说我们会看美国公债，美国公债的 ETF，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公债的 ETF， 我们看到它是上涨还是下跌？美国公债的 ETF 是持续性的向上涨，对不对？持续性的向上涨，包含今天此时此刻，今天现在也是小涨 0.28%， 对吧？那债券价格上涨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他们的殖利率在往下滑。再讲一次。债券价格上涨代表的是殖利率往下滑，那殖利率往下滑呢，就代表说美国未来还是有机会朝向什么宽松的那一块走。那既然美国有机会朝向宽松的那一块走的话，那对科技类股来说，根本就是一大利多，了解意思吗？降息为什么之前大家一直看降息？降息资金多。资金多就很容易往科技类股走，那科技类股就会受惠，那科技类股受惠的话，就有机会跟着水涨船高，了解意思吗？好，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债券价格是往上涨的，就代表说我今天下午跟大家讲的，原油价格并没有因为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而出现大涨，最近反而在下跌。我刚刚看到最新的状况是跌了2%左右，
那既然跌了2-3%左右，就代表说原油价格正在往下滑当中，荷姆兹海峡还是有机会干嘛？在不久的未来，我都不敢讲了，我不敢讲，这次我不敢讲，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美伊战争我讲过很多次了，最终一定会达成协议，这中间只要你来我往，你来我往，我有没有说过，都是好的进场机会，所以我有没有说到做到？不要说啊，你看一下，哎，我说到做到啊，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我进场了，这是我今天进场的，8点半，现在10点半嘛，8点半那个时候没多久我就进场了，我买什么？我买小台，其实我也买了纳斯达克期货，因为我在家录影，现在我在家录影，那我在家录影的话，我就用 Make 有些软体，我坦白说，有些东西它是不相容，所以我有些看盘软体是没有办法看的。那我这是那个用 Windows 的电脑做出来截图做好，然后放到 Make 上面的。那大家其实我一回家就开始我知道今天台股大跌，我一回家我就开始在做，我晚上可能需要直播，我在想内容，我在想说，我知道大家一定会非常担心，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刚刚我做的，都是刚刚我晚上在做之前，就是跟大家就是做出来的资料。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其实有些时候不太好意思啊，就是让大家看到，就是我家好像有点太乱。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来被子拿掉，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在家？但 Make 蛮神奇的，Make 你看我这个不是绿幕哦，它还可以自动帮我去背，是不是很神奇？而且它还可以有什么？来，它还可以有什么？放烟火庆祝，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它还可以。好，我来跟大家分享哦。明天大家有一个信心，我刚刚都跟大家讲了，台股是不是会震荡往上走？是多头，不用怕，回档就是要买，所以我们就是要给它买起来。好啦，是不是这 Make 是蛮有趣的啦？好，所以是不是没有大跌？那你看一下，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是不是买了？我是不是自己都买了？我自己买了，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都买了，就代表说我真的是看好，对吧？我真的是看好，因为我告诉大家，基于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3个理由，来，第一个，道琼股价指数是不是再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期货，费半指数下跌，是因为博通下跌，博通跌太多了，美光跌太多了。那美光、博通为什么跌太多了？之前涨太多了，所以资金健康轮动就不会走空。既然不会走空，下跌就是买，好吧？再来第二个，我说美伊战争对那个原油会不会造成影响？现在看起来对原油没有造成影响，原油价格并没有大涨，债券的殖利率开始在往下滑。刚刚给大家看到了，债券价格在往上涨，但债券的价格殖利率就是在往下，因为债券的价格跟殖利率是呈现反方向的。了解，价格越高，殖利率越低，就代表说今年至少不会升息。既然不会升息，资金依旧是宽松。再跟大家讲第3点，为什么我不怕，我敢买？因为你有没有看过公司财报太好崩盘的公司对不起，公司太赚钱了，所以崩盘。你有看过这种事吗？再加上现在说真的，全世界都有很多 ETF， 全世界的 ETF 都在买股票，所以任何的震荡下跌反而都是他们积极进场的机会。所以讲了那么多，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台股，现在的台指期到底是涨还是跌？我好紧张哦，我很怕万一我刚刚讲了那么多那么有自信的话，结果大跌怎么办？会不会？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台指期
收了，只剩下跌340点了。刚刚跌800点变成跌340点了，要庆祝了。也没什么好庆祝的，还是跌340点，所以会不会崩盘？不会啦，不用担心啦，好不好？不用担心，现在都只剩下跌340点了，所以既然没有跌1000点，我们今天收工，我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拜拜。好了，不要那么快啦，不要那么快，再陪大家聊一下，好不好？好，所以呢，我认为明天的行情，我觉得也不至于会太好。明天的行情应该不至于会太好，晚上最多就是往上拉到超过平盘收红一点，我就觉得很棒了。那明天呢，可能就开盘收平盘，小涨小跌震荡。短线上来讲，我觉得台股震荡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只是我是趁今天大跌800点的时候，我赶快我想说哇，跌那么多，我就进场买，而且我是很有自信的。我那时候在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那时候心里在想，我买一口，万一再跌，我就再买，再跌我就再买。我告诉大家啦，投资股票做多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啊，敢跌我就敢买，敢跌我就敢买，所以你就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在怕。你看，慢慢在往上收上去了。好，那我们带大家稍微就是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现在美股的状况，好不好？好，所以以目前来讲呢，我们整体看一下，来博通的话，开盘下跌了以后，也没有持续性的一路往下跌，就代表说今天跌了14%，差不多就到底部了，很多人进场去做承接了啦，所以不用太担心。好，再来看到其他的这我平常有在看的，比亚迪真的陆股真的是烂透了。陆股呢，我告诉大家，陆股的指数啊，为什么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说拖油瓶，但我也没出，因为陆股啊，我告诉大家，陆股也不算是走空，盘势只有3种，大家要记住，盘势只有3种，第一种叫做空头，第二种叫做盘整盘，第三种叫做大多头。台股就属于大多头这种，大多头呢，你会发现它指数会持续不断的再创新高，一直创高。那盘整盘呢，它就会上上下下。那盘整盘跟多头盘还有空头盘这3种都是不同的操作策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所以陆股的部分呢，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盘整盘。盘整盘的话，它杀下来会让你感觉到好像要走空了，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它是盘整盘，因为全球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在走空。既然没有走空的状况呢，它最差的状况，它就是盘整，那它不会创新高。所以陆股的部分，创高不能追，大跌不能杀低，那就是等到涨高涨得差不多涨不上去，就要赶快出一出，就是上下来回操作。其实这样的盘，我觉得可以赚钱，但相对来讲难度比较高一点点，也不要说难度高，我认为是比较不好赚的。那台股的话会比较好赚一点点，所以你看陆股的部分一直跌，但是它其实不会死的。好，你看腾讯啊、阿里巴巴都一直震荡下跌，那你看道琼股价指数说时迟那时快，一路不断的再创新高。你看一下，这是1分钟的 K 线图，有没有看到？1分钟 K 线图就是它从开盘以后，开盘就是跳空开高，开高之后慢慢震荡走高之后修正一下。你以为它被科技类股拉下来，结果没有，又涨上去了。好，讲到这边，我忽然想到了，想到什么？想到有没有大家有听过一些分析师在跟你分析什么？在跟你分析说，最近啊，我跟你说台股啊，都涨到哪里了？都涨到金融股，都涨到传产类股了。既然都涨到金融股，都涨到传产类股的话，这就是什么？多头的最后一波了。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情，现在就是只是短线 AI 股涨得比较多，震荡整理，资金挪了一些跑去买金融股。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去追金融股，我保证你后悔，因为金融股通常来讲涨一段就会休息一大段，金融股不适合用来追。金融股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过了，金融股
金融股那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在跌的时候进场买，了解意思吗？金融股比较适合在跌的时候进场买，然后等长期投资，好不好？了解意思吗？金融股比较适合这样子操作。那也就是说，金融股涨多了，最后资金又轮到哪里去？又轮到电子类股，那电子类股又涨起来，到时候你这边杀低，这边又追高，懂意思吗？你跑去追金融股，就金融股你买完之后它下跌修正，然后下跌修正完，资金又跑到电子类股，那电子类股那个时候呢又涨起来了，你又跑到杀低金融股，跑去追高电子类股，了解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做，要做就现在坚持下去。黄仁勋都讲那么好，不是我讲的啊，我也认为未来 AI 会有更多的应用，应用在哪？无论是手机、笔电，还有什么，现在本地端都要嘛，任何地方可能都需要 AI。其实大家有没有常常现在啊，然后以前都有问题想要问人，现在呢，不用问人，直接打开那个 ChatGPT， 你直接问他，他就可以直接都告诉你相对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为什么说相对正确的答案 ？AI 有些时候会出错，我希望大家在用 AI 之余，还是要自己查证。就像我请 AI 帮我做字卡，我请 AI 帮我做资料，我都会尽力还是尽量去做查证，好不好？好，所以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崩盘，不要怕，不要再怕了，好吗？你不要再怕了。原本8%，你看是不是？迈威尔原本8%，现在都要翻红跌2%。好了，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看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来道琼股价指数是不是拉？所以道琼股价指数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就不用怕。好，再来标普500，因为那个什么，道琼股价指数创历史新高，所以标普500也怎样开始收红了。好，再来纳斯达克指数开低拉高，慢慢拉起来咯，慢慢说不定今天会收平盘哦。再来，你看这个不用管它，这个我就说拖油瓶气死人，拖油瓶。你看我的 SSO 又赚钱啦，我的 SSO， 我不是跟大家讲 SSO 吗？你看这就是我的 SSO， 因为我笔电的关系，我现在用 Mac，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看我对账单，有机会再看，好不好？有机会，我相信以后很多时间都有机会。你看道琼股价指数，你看我都帮大家看哦，我平常在看的 ETF，DDM 道琼股价指数的 ETF 也再创新高。那刚讲过美债了嘛，美债上涨就代表说殖利率在往下跌，殖利率在往下跌，对科技类股都是有帮助，有正面帮助，不是负面帮助，好吗？好，在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QQQ 不哭了，因为 QQQ 不哭了，好不好？都在涨了。你看苹果就是没新意，但是连没新意的股价都可以创新高，有新意的 AI 股能不涨吗？好，再来亚马逊收红，来，这是 Meta 收红。你看，如果你单纯看技术面的话，这技术面你自己看，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投资股票不要只看技术面。你看，如果你纯看技术面的话，大家看一下，这边是我们再画一次，大家看一下哦，来，这边是不是要破底了？要破底了，你有没有担心它会后续会持续的往下跌？你纯看技术面的话，那你看后续呢？后续的 Meta 是涨还是跌？我们看一下 Meta 后续是不是就涨起来了？你有没有看到？你这以为它走空了，结果呢？后续有没有走空？没有，连续就慢慢涨起来了，对不对？你看没有涨起来，有没有走空了又涨起来了？好，我们再看其他的 ，Google 的部分也收红了，我赚的比昨天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 Google 嘛。Google 真的之前很机车，一直往下跌，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就是有信心，我买 Google 就打算好好的睡觉，它跌我也不会害怕。Google 在各方面竞争力都第一，大家想看现在大家看的 YouTube 是不是 Google 的？是啊，所以不用怕，好不好？免惊了，敢跌就敢买，敢跌就敢买，这样可以吗？够清楚了吧？来，英伟达
我赚的比昨天多，好可悲啊！说真的，辉达有时候我觉得也蛮有趣的。那个黄仁勋点别人会涨，点自己，点自己不会涨，点自己点自己不会涨，惨了。但说真的，辉达财报好不好？好啊，凭什么其他公司拼命涨，辉达就不会涨？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微软。微软说真的，之前呢因为跟辉达合作，所以连续涨了这一波，那现在又回档修正下来了。好，那我觉得也还好。你看特斯拉部分呢，它整个来讲呢，因为它6月中跟底，我忘了几号，就是那个 SpaceX 要上市，那上市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你看第一个底，第二个底慢慢打出来了，那这边只要没有跌破，看起来就是都是多头。那特斯拉都会走多，台湾的什么低轨道卫星概念股，特斯拉冲上去就有机会啦。好，那你看 N 字谱也都涨了，美光说真的跌。好，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美光，美光是跌，没错。我今天的节目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说记忆体类股族群会出现什么？震荡整理，震荡整理。只要美光涨，跌不下，涨你的记忆体类股，包含华邦电、南亚科、力积电这些记忆体类股族群呢，如果涨不起来就出一出吧。那我不是说不看好，你也可以不要出我认为它就是会区间震荡，在这边，区间震荡，上上下下区间震荡。好，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大家想想看如果你要纯按照技术分析来看的话，涨了那么多，即使跌这样子，都是多头。你只要不要跌超过一半，只要不要跌超过一半，不要跌超过一半，坦白说都是多头，都不用担心，好吗？好，就算跌超过一半，那就是洗盘洗的比较厉害一点点了。好，再来联电的部分也是开低拉高，日月光的部分开低拉高，准备要收红了。美超微，这是美超微的部分呢也是开低拉高。你看美超微都可以涨成这样，凭什么台湾的广达、鸿海、伟创、伟影涨不上去？都是做一样 AI 伺服器的，大家基本面都很好，不可能会走空。你看超微都可以，财报交不出来，既然都可以回复了，那你说台湾的那个 AI 伺服器的类股，凭什么涨不上去？凭什么啊？我是不是又太激动了一点？好，不要那个太激动。我待会告诉我自己不要太激动。好，奈飞大家对没有 AI 的，就是 Netflix 大家对没有 AI 的没兴趣。因为现在辉达用 ARM， 苹果也 ARM， 那未来呢 Windows on ARM 架构可能会越来越稳。那整体来看的话，你看 ARM 呢跳空突破缺口之后呢，有没有跌破缺口？没有跌破缺口，这技术面也还算是强势。Intel 这就我讲的，涨多就是震荡休息。说真的，它就是一个区间整理而已。来，在这个区间，来涨了那么多，在这边区间震荡，只要没有跌破短线的多头都没有疑虑，震荡之后还是会走高的。那既然 Intel 会走高，跟它最相关的台湾类股不就是联电吗？联电震荡，我认为也是会再走高的，只是你要抓对震荡的期间。再来台积电，碎啦！台积电收红，有没有看到？台积电收红我今天美股的部位该不会赚更多了吧？台指期大跌我赚更多，这样好意思吗？不好意思，就是跟大家分享。你看我节目跟其他人节目哪里不一样？我都是实际上操作给大家看的。大家刚刚要看什么？马威尔，我们也来看一下马威尔好了。马威尔是这个吧？迈威尔，马威尔也红起来了。你看本来是黑的嘛，刚刚我们来画起来，给它画起来。好，画起来，在这边。刚刚本来开盘，会不会很可怕？好可怕哦！结果呢，涨回来了。所以有些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多头格局你要坚持做多。坚持做多讲起来很简单，你看一下做起来难吗？有点难呐。好啦，那所以呢，刚我也跟大家讲了很多了，所以现在应该不需要我了吧？我可以去睡觉了吧？我应该可以去睡觉了吧？没事的，好不好？不要太担心，可以吗？那
我告诉大家，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想要问的问题，好不好？我知道大家赵贺，我跟大家分享，刚刚讲了嘛，特斯拉就等什么？就等 SpaceX 它的上市之后，如果持续上涨，就会带动台湾低轨道卫星相关的类股都有机会上涨嘛。那包含大家最清楚的谁？比如说像华通、金像电，对不对？还有哪一些？森达科，还有什么元晶，这些都是低轨道卫星概念的股票，好不好？那但是相关的买卖点。我们会员是以我们会员为准你们就要自己去看一下。但是我会觉得，投资股票本来就是要买在利多公布之前，你等到那个 SpaceX IPO 上市的全部都大喷，你再去买来得及吗？来不及，就好像联发科一样嘛，对不对？联发科它也是，你一看到它在往下跌破，记不记得那时候联发科？然后我们再看一次联发科联发科，你看一直收跌不到100点了，我刚刚又带我们会员买台子期也都赚钱了。好，那看联发科，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不要老是只会看什么外资买卖超，然后呢，要不然就是看什么技术面。你看技术面这根本就走空了嘛，走空了，结果呢 V 转，一直向上，嘎死你，嘎空你，一直空，脑袋空。所以投资股票是不是不能只看技术面？再次认证了。不能只看技术面，你看，我们从刚刚大家在最悲观的时候，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是跌800点的。然后我们开始，因为我比较不会弄直播那我弄来弄去弄了一阵子，那这是边讲边涨，边弄边涨，到现在都没什么跌了。你看到现在，我们来看，现在的状况。好不好？来，我怎么看不到现在的状况？他是叫我说，你不要再直播了，再直播下去就不行了。因为其实我告诉大家，这苹果电脑有时候用起来还是有点不是太顺啊。好了，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一路往上拉？这是台指期盘后，现在只剩下跌多少？跌171点，对不对？现在是不是只剩下跌171点、164点，对不对？所以就没事了嘛。我认为晚上道琼股价指数持续拉高的话，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台积电是不是也都收红上涨了？所以就像我讲的，有些时候利多不会马上公布的，利多会过一阵子才发布。好不好？应该说要过一阵子才发酵，所以你看一下台积电在往上拉，那晚上如果台积电持续向上拉的话，台指期说不定是有机会翻红的。那我们刚刚在最悲观的时候已经进场买了，好，所以我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手上有 AI 股，千万不要放弃。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个股的问题。我们直播也不可能每一档问题都帮大家解决，但是只要是我节目讲过的，比如说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 AI 好股票，包含了台积电、台达电、台光电，刚刚我也有看到有人问什么人保，说真的，你如果有输钱，你应该是追高的，你本来就不该追太高。我说过我没有不认同追这件事情，但是我不认同的是过度的追高。好吧，过度的追高，统计学上课老师该不会是楚汉吧？他是我恩师啊，对啊，统计学以前我还做过他助教，当统计老师。好，刚刚分析一下，讲了，再讲一次，手上 AI 股票，包含了全指股那些，台积电、鸿海、广达，台积电、台达电、台光电，鸿海、广达、伟创、伟影、奇宏、双宏。建策、川湖、秦城，这些都是 AI 好股票。还有哪些？智邦，这些都是 AI 的好股票。金源电也是好股票，日月光也是好股票。细格、台新光、台新科啦，不是台新光，台新科、
这些股票都是真真正正能拿得出基本面哦，甚至我跟大家分享高价股5274、信华、旺信、引问、中探针，这些都是好股票，好不好？大家就坚持下去，我不可能一档一档帮大家解。当然，我们的00631L 也是好的嘛，到现在都是赚钱啊，好不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我也跟大家讲了很久，哩哩啦啦，讲了很久，哩哩啦啦。我要去洗澡了，毕竟没事了，大家好好睡觉吧，不用晚上睡不着觉了。我明天早上也很早起来。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一行真的也蛮累的，晚上大跌还要跟大家直播，然后早上要照样早起床。我们都在6点左右起来看新闻，帮大家写赚报。所以明天到底怎样？记得看我明天早上的赚报。赚报怎么看？我的 line 没有就算了。毕竟是直播，我的 line 好了没有啦，不要再闹了。我的 line 记得加我的 line， 然后呢在下面功能键，然后呢按什么转报，就可以看到我明天早上写给大家的到底晚上发生在我们睡眠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不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我们最好明天不要见我明天有约啊，明天不要再这样跌了，好不好？我明天也是让我出去稍微运动一下嘛，好吗？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爱你们，谢谢。